这柄剑看似是把飞剑，锈迹斑斑，没有灵气，无法御剑飞行，甚至如狗皮膏药般无法丢弃。可当宝剑开封，神剑归位，便成为了神威无穷的雷炎剑，化为百丈光剑，剑光所至，无可匹敌，与另一柄剑天七剑并称为蜀山镇宗之宝。天雷双剑合璧，可斩世间一切魑魅魍魉。古有蜀山奇峻险要，天地灵气汇聚于穿越之间。相传山中有不死奇人，能够吸取山中灵气，突破凡人之躯，称之为修行者。修行者聚集，便成为门派。各山各派修行方法不同，于是分成正魔两道，两派之间屡战不休。蜀山有剑派峨眉，由正道魁首白眉道人统领；昆仑有信奉日月阴阳的昆仑派。向来传统便是一师一徒，一日一月，一阴一阳。山主孤月大师预感魔道来袭，将昆仑镇山之宝月金轮传给徒弟玄天宗，留下月金轮会指引他寻回自己的主父。那一日，魔道首领幽泉老魔自300年灭华山后入侵昆仑，孤月大师难以抵挡，神魂俱灭，惊世容颜化作烟尘碎片，散落于天地之间。昆仑仙山尽毁，灵气被夺，玄天宗只得入世修行，等待时机。200年后，幽泉再度蠢蠢欲动，目标直指蜀山而来。白眉道人为避免正魔交锋波及凡间，派遣峨眉大弟子丹尘子下山疏散凡人。与他早有交情的玄天宗赶来相助，可哪怕两人行动已是迅速，昆仑秘宝月金轮与峨眉无双剑翅奋力抵挡，依旧与幽泉撞了个照面，大批凡人伤亡惨重。两人也被现出本体的幽泉老魔拖住。幽泉不想与2个小辈纠缠，幻化出与2人本体一般无二的新魔幻体，两边不仅武器相同，法术招式也是一模一样。更可怕的是，心魔不可伤，所有的伤害都会反馈到本体身上，是以两人只能被动挨打，难以脱身。也就在此时，幽泉喷出一口血魔气焰，直逼蜀山。白眉道人元神出体，幻化出法相天地，手持蜀山秘宝昊天镜，挡下这毁天灭地的一击。之后，蜀山剑仙齐齐御剑飞行，犹如群星闪现划过天际。修仙者就应该能飞，绝不用走的。同为修仙大能的白眉直直凿进了幽泉体内，用自身白眉束缚住幽泉，手持昊天镜定住幽泉老魔元神，也让苦战的玄天宗2人得以脱离心魔幻象。见幽泉已束手就擒，怒极的丹尘子激射出剑翅飞剑，将幽泉老怪分割斩灭。哪知飞剑带着幽泉的一缕分神，飞向远方逃生。白眉立时察觉，以昊天镜紧紧追踪，待至一山头，300剑仙齐齐降临，祭出本命飞剑，四处无差别攻击，只为消灭幽泉那逃走的分神。其中威力最强的天雷双剑肆意攻击山体，却因此令蚩尤血穴现世。相传这血穴拥有无穷邪恶之力，更是连接各大山脉的节点，一旦现世便会削弱仙山灵气。幽泉此番实际是佯装败北，利用正道力量打开血穴，借此令自身功力大增。玄天宗与丹尘子入内试探，深陷困境，白眉奋力救回2人，昊天镜却因此遗失。自此正道惶惶，各门派以经文遍布大山，以防灵气外泄。有佛门高僧施展镜花水月之术，种下9朵正气莲花，监视各方仙山灵气。其中1朵莲花已经枯萎消散，一旦9朵莲花全部消散，便意味着正道衰落，天下将再无宁日。眼下只有让蜀山镇派神器天雷双剑合璧，才能应对幽泉的出关肆虐。正在众人静等神器显威之时，合璧却横生事端。原因是雷剑剑主对天剑剑主动了情，而天剑剑主却没有，心意不通，又怎能合璧？两人各自遭劫，被神剑反噬，业火焚身，难以自保。率先乱心的雷剑剑主化为飞灰，天剑剑主李英奇命在旦夕。正在玄天宗束手无策时，月金轮竟自动显现，为李英奇吸走业火，保全性命。白眉也在此时坦言，李英奇实际上便是他以孤月的灰烬施法重生，洗去前尘记忆，成为天剑剑主。之后，白眉用同样的办法，利用雷剑剑主残留的元神，重塑肉身，再造人体脉络，为雷炎剑造出了下一任主人。
此番天雷双剑合璧失败，白眉为寻找新的武器，决定去天外寻求宇宙力量，将峨眉掌门的位置转给玄天宗。因为自从大弟子丹辰子镇守雪穴后，山中已无大才，只能让他继续匡扶正道，并留下自身的精神力量南冥离火。之后白眉飞升天外，玄天宗靠着南冥离火镇守蜀山，但那新生的雷剑剑主莲行自从出世之后迟迟不能开窍，只在剑冢上拔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破剑。看着其他人御剑飞天，追风逐月，自己却只有一把没有灵气的飞剑，甚至如同绑定一般，想尽办法怎么甩也甩不掉。于是便将破剑重新插回剑冢，引得众人对他大失所望。眼看对付幽泉已经迫在眉睫，玄天宗为代替莲行，甘愿进入峨眉三元宫，洗去前尘记忆，成为雷剑剑主。只是他不知道孤月对他是何等重要，情之一字，最是难解，所以他在最后关头犹豫了，身遭天谴，业火焚身，任凭李英奇尽力施术，也只是保留下了他的肉身。无可奈何下，只能将玄天宗埋葬。却在这时魔道入侵，可分化万千的魑魅魍魉攻入峨眉，剑光斩在身上也能快速复原。所施法术极为诡异凶残，让高端战力接连出世的蜀山雪上加霜，门中弟子大半被屠。直至李英奇返回峨眉，天机剑威力莫测，荡尽妖魔。哪知在发现大师兄丹辰子后，一时不防被其禁锢住元神，留下的肉身也被带走。随后丹辰子周身缭绕魔气，竟是已然成魔，将蜀山金顶毁掉，数座玄天高山坠落苍穹。却也就在此时，莲行拔出了被他遗弃的废剑。此时锈迹尽去，如宝剑开封，神剑有灵带着莲行飞上剑冢，万剑生出感应，自行组成剑阵，似在恭迎万剑之王的回归。莲行也终于开窍，修为尽复，手中雷炎剑重现昔日神威，炸裂的剑气扫中遗落的南冥离火，刚好掉落在玄天宗身旁。本来化为焦炭的身躯枯木逢春，且因经历生死，更领悟了重生的力量。这时天边蓝光显现，这便是白眉找到的宇宙力量。依据白眉临走前嘱托，玄天宗将南冥离火吞下，宇宙力量随之入体，再结合自身领悟的重生力量，三元合一，催生出了一把新的神器——南冥离火剑。此时八方来援，但想对付幽泉，天雷合璧依旧是重中之重，必须立即救出李英奇方可。是以玄天宗与莲行将肉身藏在五台山，以剧中护佑众多僧人守护，好让他们能够安心元神出窍去雪穴抢人。但诡异的是，幽泉不在雪穴，只有已经沦为雪泉看门狗的丹辰子，形容大变，一身魔气。原是他在镇守雪穴之时救下花妖，被其故作天真纯善的模样欺骗，心神失守，被其寄生，所以如今的丹辰子不过是一具被操纵的傀儡而已。趁着玄天宗与花妖纠缠之时，靠着雷剑无往不利的威势，莲行将李英奇的肉身带出，而玄天宗假意欲下杀手，令花妖心生畏惧，借机将李英奇的元神救出。无尽法术对轰，凭借着南冥离火剑之威，玄天宗与花妖不相上下。莲行带着元神归位的李英奇先行离开雪穴，玄天宗却被遗落在雪穴的昊天镜定住元神，难以逃脱，只能留下与花妖继续纠缠。而离开雪穴的幽泉实际是为了寻找莲行二人的肉身，因为肉身一旦被毁，元神也会随之消散。幽泉伴着血色来到五台山，无边血海遮天蔽日，为首的老僧使出大罗佛手，却难以抵挡这蕴含天地之威的一击。一吼之下，群山崩裂，大批僧人当场殒命。藏于剧中之下的肉身也被幽泉发现，莲行适时赶至，元神归位，玄天宗的肉身却被一口吞下。血穴中的元神立马感到不适，灵气渐消的他越发虚弱。此时月金轮出现，自行护主，破开血穴崖壁，令玄天宗得以补充灵气。南冥离火也重新燃起，深燃离火带着花妖冲破血穴。花妖惊恐万分，脱离丹辰子的肉身，却被丹辰子残留的神念抓住，与其一同在南冥离火剑下同归于尽。玄天宗来不及悲伤，赶往五台山。而另一边，莲行与李英奇各自祭剑，再无杂念的两人成功令天雷双剑合璧，
进入流光，速度肉眼难见，一剑便灭了耀武扬威的幽泉。未料幽泉还有9999道分神，不将分神尽灭，幽泉便不死。是以两人再度天雷合璧，转而依靠剑气蒸发血云，以此来斩灭幽泉的立身之本。此时的玄天宗急速赶来，一头冲向了被禁锢的肉身。元神归位，立时苏醒，祭出南冥离火剑，浩荡剑气直接将血云大阵尽毁。幽泉的本命元神也就此显现。玄天宗一剑斩出，而后方李英奇潜行而来，以自身定力定住了幽泉的元神。玄天宗随即一剑斩出，直接令幽泉老魔魂飞魄散，但李英奇也因此消散，如同200年前的孤月一般化为尘埃。到底他还是没能护住心爱的那个女子。之后正道危机解除，蜀山修复山脉，重聚灵气，玄天宗也回归门派，重建昆仑，而峨眉中也多了一个小女孩，一如之前未曾开窍的莲形。《蜀山传》改编自《蜀山仙侠传》，其世界观之宏伟，特效之华丽，堪称仙侠类的巅峰。仙人御剑逍遥的风姿令人神往，可惜题材在当时的年代显得过于超前，往后再也没有仙侠作品能与之比肩。出道即巅峰，巅峰即没落，令人可悲又可叹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此为止，感谢各位看官的阅览。若有想法，也可畅所欲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